连跌2周之后，黄金在4000关口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失而复得。周四一度跌破4000，收在3992，周五又硬生生收回到4018.8。那么问题来了，下周金价到底是继续往下探3900，还是就在4000这道坎上企稳，迎来一波像样的反弹？今天我们就一步步把它讲清楚。大家好，欢迎来到点金日记，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天，市场休市，没有新的成交价，所以今天这期我们做的是下周前瞻，先带你回看刚刚收官的这一周，再把镜头转向即将到来的下周，看看有哪些关键的数据、关键的价位会决定金银的下一步方向。在正式开始之前，我要郑重提醒你，我说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和分析，不构成任何投资、交易或理财建议。市场有风险，你的每一个决定都要自己独立判断，盈亏自负。在深入之前，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第一，刚过去的这一周，金银双双补跌，黄金收在4018.8，一周跌了 2.31%， 白银更惨，收在 56.33， 一周重挫 6.38%， 还创下了今年的新低。第二，这轮下跌最大的推手是油价飙升，重新点燃了通胀担忧，让市场把降息预期往后推，美元和美债收益率跟着走强，一起压住了金银。第三，下周你唯一要盯紧的就是黄金4000这道关口，以及月底越来越近的美联储会议。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先说这一整周的大格局，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弱。金银不是那种放量崩盘式的暴跌，而是一种阴跌缠斗，越反弹越无力的弱。黄金从上周五的4113一路磨到这周五的4018，跌了差不多100个点。白银就更不用说了，从60.16一路杀到56出头，一周蒸发了超过 6%， 这是一种典型的多头节节败退的走法。不过这一周也不是一边倒，真正的看点是周四和周五这2天。周四那天，空头一度把黄金摁到4000以下，最低摸到3963，收盘也守不住4000，收在了3992。当时不少人都在喊4000破了，下一站3900。可就在第2天，也就是周五，金价又硬生生爬了回来，重新站上4000，收在4018.8。这一破一收之间，其实藏着这期节目要回答的那个核心问题，这到底是空头暂时力竭，多头要绝地反击，还是仅仅是跌势中的一次喘息？这里也跟上一期的判断做个诚实的对照。上一期我特别强调4000是失而复得，但只有放量站上4080才谈得上真正的反转，而一旦失守3950，就要小心下探3900。这一周走下来，事实基本印证了这个看法。金价确实收回了4000，但整整一周都被4080死死压住，反转的入场券始终没能拿到。白银那边55这个支撑也一直在被反复测试，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是那句话，多头站住了脚，但还没真正翻身。接下来单独看黄金这一周的路径。这一周黄金的最高点在4069附近，最低下到3963，整个区间就在3960到4070这100来个点里来回拉锯。你会发现，每次金价想往上冲，一到4050、4080这一带，就有卖盘压下来，而每次往下砸，跌到4000以下，接近3950的时候，又有买盘接住。这说明什么？说明短期内多空双方在4000这个整数关口附近形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攻防区。更关键的是黄金现在的位置。你要知道，黄金的50日均线在4255，200日均线更是高高在上，在4596。
而现在的价格才4018，也就是说，金价同时深深地压在这两条中期均线的下方。打个比方，这就像一个人站在2层楼的地板下面，头顶上有2块沉重的天花板，50日线是近的那块，200日线是远的那块。只要没能重新顶破，中期的趋势就还是偏弱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再说，现在谈反转还为时过早。反过来讲，正因为价格已经离均线这么远，一旦出现超跌反抽，弹性也会比较大，这就是空头需要警惕的地方。现在把镜头转向白银，因为这一周白银才是真正的主角。黄金一周跌 2.31%， 白银却跌了 6.38%， 几乎是黄金的3倍，而且直接创下了今年的新低，收在 56.33。 白银为什么这么弱？这就要说到它的双重身份。白银既是贵金属，有避险属性，又是工业金属，一半以上的需求来自工业，所以当市场担心高利率、担心经济放缓的时候，白银工业需求这一面就会被拿出来做空，跌起来自然比黄金更狠。这就是我常跟你讲的，白银是黄金那个脾气更暴躁的表弟，涨的时候比黄金猛，跌的时候也比黄金惨。再看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金银比价，用黄金的价格除以白银的价格，现在大概是 71.3， 比上周还要高。金银比走高通常意味着2件事，要么是避险情绪主导，大家更愿意抱着黄金这个大哥，要么就是白银自己的工业逻辑在拖后腿。这一周显然是后者更明显，对下周来说，这个比值是个很好的风向标。如果金银比开始回落，说明风险偏好在回暖，白银有机会补涨。如果继续往上冲，那就还是白银偏弱，避险偏强的格局。海外机构现在普遍盯着54这个位置，一旦白银跌破，下方的空间就会进一步打开。这一点我们后面技术面再细说。说清楚了金银本身，我们来挖一挖，这一周到底是什么在背后推着价格往下走？答案其实很集中，就是一条主线，油价。这一周原油价格大幅飙升，直接的后果是重新点燃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你可能会问，油价涨跟黄金跌有什么关系？这中间的传导链条，我一步一步给你拆开。第一步，油价涨会推高整体的通胀预期，因为能源是几乎所有商品和服务成本的源头。第二步，通胀预期一升温，市场就会想，美联储恐怕没那么快降息了，甚至有人开始压住，年底之前还可能再加息一次。第三步，降息预期往后推，加息预期抬头，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就跟着往上走。这一周10年期美债收益率就站在了 4.55 附近的高位，而这恰恰是黄金最怕的组合，因为黄金本身是不升息的，你拿着它1分利息都没有。可美元存款、美债是实打实有收益的，当无风险利率越走越高，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越大，资金自然就从黄金流向了生息资产。这就是这一周金银承压最核心的机制。除了油价和利率，还有一个信号也值得你留意，那就是资金的态度。从最新的持仓数据看，投机资金在黄金上的净多头，从之前的19.4万手减到了18.67万手。这说明什么？说明在这轮下跌里，一部分之前追多的资金已经开始悄悄减仓，离场观望了。这既是坏消息，也是好消息。坏消息是，多头的人气确实在散；好消息是，浮筹被清洗掉之后，一旦价格企稳，反而更容易走出干净利落的反弹。所以你看，同样一组数据，站在多空两边，读出来的味道完全不同。这也是做交易最有意思，也最难的地方。当然，凡事都有两面。同样是这个油价推升通胀的逻辑，看多的人会说，通胀起来了，黄金作为抗通胀的资产，长期反而是受益的。
这话没错，但要注意一个时间差。短期内，市场先反映的是利率上行的压力，也就是先跌给你看。只有等到通胀真的失控，而央行又被迫按兵不动，实际利率转负的时候，黄金的抗通胀属性才会真正发力。所以，同样一条通胀新闻，短线是利空，长线可能是利多，关键看你站在哪个时间维度上。再来看地缘政治这条暗线，这一周有一个绕不开的因素，就是中东局势，尤其是围绕伊朗的紧张情绪，一度给市场注入了一层战争溢价。有意思的是，这层避险情绪这一次并没有像过去那样让黄金一飞冲天，原因就在于它同时又强化了刚才说的那条通胀和加息的逻辑。战争推高油价，油价推高通胀，通胀又压住了黄金。所以你看，这周避险的买盘和利率的卖盘互相抵消，黄金才走出了这种上下两难、来回拉锯的行情。对下周来说，地缘这条线是把双刃剑，真要是局势骤然升级，避险可能会短暂压过利率，让黄金冲一下，但只要没有失控，它对金价的提振就很有限。顺着利率这条线，我们把美联储单独拿出来讲，因为它才是决定黄金中期方向的那只手。现在市场的核心分歧就在于美联储到底还降不降息，什么时候降？这一周油价一闹，原本市场预期的降息节奏被打乱了，降息预期明显往后挪，个别声音甚至开始讨论加息的可能。对黄金来说，这可不是好消息。这里我再帮你把那个最底层的道理说透，真正决定黄金的不是名义利率，而是实际利率，也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之后，你手里的钱真正的购买力回报。当实际利率往上走，意味着拿着现金和债券越来越划算，黄金这种不生息的资产就没人爱。只有当实际利率往下走，甚至转负的时候，黄金才会真正迎来它的大行情。而现在的情况是，名义收益率在高位，通胀预期也在升，两股力量在拔河，实际利率的方向一时看不清。这也是为什么金价现在这么纠结。下周月底，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就要临近了，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金银的剧烈波动，这是我们必须提前放在心上的一个大变量。好，接下来我们从技术面把黄金的关键价位一个一个捋清楚。先看下方支撑，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就是3950这个位置，这一周被反复测试都没有真正跌穿，是多头目前的生命线。一旦下周放量失守3950，那下一个目标就是3900这个更强的整数支撑了。再看上方阻力，第一道压力在4080，这也是这一整周把金价死死压住的那道盖子。只有等哪一天放量突破了4080，才谈得上多头真正夺回主动权。再往上才是4255那条50日均线的强阻力。再说说动能，黄金现在的14日相对强弱指标，也就是 RSI， 读数是 40.15。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的指标，数值越高说明越超买，越低说明越超卖。一般来说，高过70算超买，低过30算超买。40.15这个数处在中性偏弱的区间，既没到超卖，也谈不上强势。这说明什么？说明下跌的动能确实在衰减，但多头也还没有攒够反攻的力气。回到开头那个反转还是喘息的问题， RSI 停在40附近，恰恰说明现在是个不上不下的观望期，还没走到那个非黑即白的临界点。白银的技术面这一周尤其要盯紧，因为它已经站在悬崖边上。白银现在的关键支撑就在55，这一周一直在这个位置反复挣扎。下方海外机构普遍盯着54，一旦这里也被跌穿，白银的下跌空间就会进一步打开。上方呢，白银需要重新站回58，才算初步稳住阵脚。
再看白银的 RSI， 读数是 34.33， 比黄金要弱得多，已经非常逼近30的超卖线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白银短线跌得又快又深，随时可能出现一波超跌反抽，弹性会很大。但我要提醒你，超卖不等于见底，在明确的下跌趋势里，别急着去接这把还在下落的飞刀。说到这里，必须给你郑重提个醒，把风险2个字放在最前面。现在金银同时深压在50日和200日均线下方，中期趋势明明白白是偏弱的，任何反弹在没有放量突破关键阻力之前，都只能先当成超跌反抽来看待，而不是趋势反转。下周又扎堆了，油价库存、美联储临近这些重磅变量，波动只会更大，不会更小。所以无论你手里是多单还是空单，都请务必保持冷静，控制好仓位，设好止损，千万不要满仓，不要追高杀跌，对市场始终保持一份谨慎和敬畏。好，最重要的下周前瞻来了，我把它拆成日历、价位和场景3块，再分短线和长线2个维度跟你讲透。先看下周的日历，周一，美国6月经济领先指标前值是 0.1， 周三会公布美国的原油和汽油库存数据，考虑到这一周下跌的源头就是油价，这个库存数会格外敏感。周四有出请失业金人数，市场预期 21.2 万，前值 20.8 万，还有芝加哥联储全国活动指数。周五压轴的是标普全球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预期 54.5， 服务业 51， 综合 51.5， 同时还有6月新屋销售。而在这一切之上，还悬着月底越来越近的美联储议息会议，这是下周所有交易的大背景。先说短线怎么看，下周的攻防就集中在黄金4080这道盖子和3950这道地板之间。上行的剧本是，如果金价能放量突破4080，那意味着多头终于夺回主动，短线有机会向4250的50日均线发起挑战。下行的剧本是，如果3950这道支撑被放量击穿，那空头就会重新占据上风，目标直指3900。白银则要看55这个生死位，守住了才有超跌反抽的机会，一旦跌破54，弱势还会延续。周三的原油库存和周五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很可能就是打破这个平衡的导火索。再说长线怎么看，把时间拉长，黄金的大逻辑其实一点都没变，全球央行还在持续购金，去美元化的趋势在延续，美国债务问题高悬，地缘风险此起彼伏，这些都是支撑金价长期向上的结构性力量。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短线因为油价和利率的扰动，我倾向于偏谨慎，偏空一些，但长线我依然坚定地看好黄金的趋势，短空长多，这2个判断并不矛盾，它们只是站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上，这也是我特别想让你记住的。做交易看的是短线的价位和情绪，做配置看的是长线的趋势和逻辑。那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下周黄金到底是继续下探3900，还是就在4000企稳反弹？我的判断是，在放量突破4080之前，这更像是一次跌势中的喘息，而不是反转的开始。4000能不能守住，才是下周最大的看点。守住4000，并进一步收复4080，反弹才成立。反之，失守3950，就要做好下探3900的准备。说的再直白一点，就一句话送给你，别急着抄底，先看4000守不守。那你怎么看？你觉得下周金价会先跌破3950，还是先反弹站上4080？在评论区打出你的判断，让我看看大家的想法。最后，还是要再次郑重提醒你，以上所有的分析和观点都只是我个人的研究和看法，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市场瞬息万变，风险时刻存在，请你务必独立思考，谨慎决策，所有的盈亏
都需要你自己承担。好了，今天的下周前瞻就到这里。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再点亮那个小铃铛，这样每天早晨你都能第一时间收到小金的更新。我是小金，我们明天继续点金，明天见。